这是一场非常令人遗憾的直线赛车事故，而这场事故也让一个优秀的赛车手断送了职业生涯。可他没有因为坐上轮椅而就此颓废。当他看到许多在追逐梦想过程中却不幸变成残疾的车手时，就果断地拿出自己的积蓄和家人一起成立了雷尔格温基金会，用来帮助这些因事故而需要帮助的人。而这个励志的慈善事迹让杨哥非常感动，于是就联系了基金会的创始人雷尔格温，准备打造一款经典纪念款的野马跑车。一是为了纪念一位优秀赛车手的曾经辉煌，二是将改装好的野马跑车拿去拍卖，将拍卖的收入全部捐献给格温的基金会，用来帮助更多的有需要的人。杨哥的计划是这样的，首先是将车子的翼子板全部拆解，换上精心定制的宽体部件，让它看起来简洁而不失去野马原厂的风格，并把保险杠配上具有西海岸车厂特色的定制款大包套件，然后再换上4个22英寸的亚桑提轮毂的马牌轮胎，车底也要换上能提升马力的道格索利排气管系统，并搭配全新的福特赛车增压器，让发动机的马力发挥到极致。车子的外观则喷上金黄色的复古烤漆，这个外观的灵感来自格温最后一次夺冠的直线赛车上。至于车内的座椅，要把原厂皮革换成高端的鹿皮。在介绍改装的同时，杨哥已经把全新的野马开了回来，员工们就马不停蹄地对车子开始拆解，按照设计方案把要替换包裹的部件全部拆除。这样的操作，车厂每天都在重复的操作，各种车型都已经驾轻就熟，很快就将整辆车的套件拆解完成。员工们首先要改装原有的排气系统，他们准备把原厂的排气管都改成3英寸的不锈钢管，这番改动会让声浪听起来非常的棒。这边对排气系统的改装非常的顺利，但车厂内的员工却遇到了大问题。由于换上的亚桑提轮毂要宽出挡泥板约3英寸，这样就意味着要重新打造一个挡泥板，让它完美的把轮胎包裹在里面，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这一个改动不仅要把挡泥板从中间切开向外移动2英寸，而且下面还要加一个突出1英寸来的群眉。虽说这样就解决了轮毂凸出来的问题，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又出现了。看着眼前的状况，钣金师傅十分的头大，但为了让这次有意义的改装变得更加完美，钣金师傅也只有背水一战。与此同时，内饰部门也在加紧的赶工中，不仅要将设计图上的图案完美呈现，还要有专业的缝纫技术。而另一边的喷漆师傅也没闲着，为了让野马的漆面和直线赛车的一样，他联系了直线赛车漆面的厂家，要根据厂家的指导配置出相应颜色的油漆。他们拿着样板找到对应的色卡后，就开始了油漆的调制工作。这位老师傅也没有藏私，一边对照一边讲解要注意的事项。有了他的帮助，油漆师傅很快就知道了油漆的配比。而此时距离拍卖时间还剩下3天了，可车子还是一团乱麻，钣金工作还没有完成。为了使工作进度加快，杨哥让一部分人去负责车体钣金，另一部分人则去做金属加工工作，而他自己也加入了进来。大家一时间全部动了起来，打磨的打磨，喷漆的喷漆，忙的是不亦乐乎。经过了大家将近2天的努力，终于到了车子喷漆的环节。他们把车子推到了喷漆房，先将车体用塑料布把车体遮掩好，然后就迅速的在上面喷了一层底漆。等底漆彻底风干后，又在上面喷了一层黄色的面漆。这时已经是凌晨5点多了，熬了一夜的工作还没有完成。他们用胶带在车体贴出相应的形状，再在上面喷一层白色的面漆。太阳都出来了，喷漆工作才算完成。这时离交车时间只剩下了18个小时，员工一点都不敢懈怠，马上就开始了对车子的组装工作。还好多年以来团队的默契合作，让整个组装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等增压器被安装上去后，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打火尝试。没想到声浪会如此的好听，简直就不输那些千万级的豪车。等最后一个轮胎被安装到车上时，这台格温纪念版的野马跑车就彻底完成了，而交车的时间也刚刚好。此时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改装前后的效果。这简直就是一个小鸡变凤凰的作品，开在路上回头率都得达到 99%。整车的设计也深得格温的喜欢，虽然他不能开上这辆完美的跑车，但他也希望这台车能拍一个好的价格，用这笔钱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他们把车子带到了博瑞杰克森拍卖场，说话跟崩豆一样的主持人声音再次响起，随着数额不断的攀升，最终以10.5万的价格成功卖出。能拍出这么高的价格，大家也非常的满意，希望这笔善款能够真正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